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美中的对抗哦，当然我们如果再谈到一个在近期几个关键点，我想大家可能回忆从当时川普跟拜登在总统选举的过程当中，大家各自不断的对于中国的一些议题有不同的一些讨论哦。尤其我们现在看到了拜登在对外的一些发表里面，过往他对于台湾这件事情都一直是战略模糊哦。那在前一阵子他有提到说，他当然会来保护台湾。那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国务卿布林肯同样也发表了对于这些有关当前有关这个台海中国台湾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哦。所以这后续到底怎么发展，我想我们也值得好好来观察一下。那我们开心再次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博士哦。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刚刚提到拜登这一次在亚洲行的部分，当然有提到很多了，不管是我们谈到印太经济的框架，然后有谈到这个军事保台的部分有人又开始说他是年纪又大了，因为又有人开始这个比较这个不挺台湾的，又开始说没有，你看这个拜登本来讲话都颠三倒四，你看马上他的这个政府部门又出来澄清说没有改变，我们还是维持什么什么的原则，就大概又是内部又会吵闹一番哦。那到底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口误吗？为什么会接二连三会不断的口误？这老师怎么看呢？我们先还原一下当时讲话的过程。当时是在这个日本嘛，他跟岸田文雄这个发表完宣言之后，有个记者会，有个记者联访，那有记者就问他，假设大陆用武力犯台的话，美国是不是会军事介入？拜登直接回答 yes。不过他在讲完 yes 之后，他说，我也强调不希望呢发生武力犯台的事情，也不希望有人企图这样做。所以他把前后条件是做了一下阐述。你说他失言嘛？他不是一句话，因为他在讲完说 yes 之后，他又说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什么的，所以他是不是失言？他是想过然后这样讲的。讲完之后，当然记者有点惊讶，记者就再追问说：“你是不是确定这个答案？”拜登说：“这个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That's a commitment we made。”这句话他过去也讲过，所以他不是失言。那中共当然非常生气了，就大力抨击然后白宫又出来澄清立场没有改变。好笑的是，这件事情过了1个多礼拜之后，拜登最近出来讲，你们幕僚不要老是纠正我讲话，我是总统，就是怎么我每次讲什么之后，你们回来又把我话又扭掉了。其实我态度非常简洁明确的，那你们不要再去东抹西抹了，就这样讲完就好了那反正总而言之，拜登他有他的讯息要传递，所以有人说失言啦，有人说老啦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是第3次了，应该是他有意打擦边球。简单的说，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真的要吓阻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不想两面作战，美国有能力两面作战，他不愿意两面作战，因为他原来的战略就是。我的国家呢，既然这么强大，我要作为世界警察、世界首强，我要有什么能力呢？我要能力打2个半战争，也就是2场完整的战争再加半个战争，而是同时打。美国的计算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对自己的国力是怎么估算跟多大的把握。虽然能做这件事情，但他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是说我要保持这能力。所以这个地方，我在全力帮助乌克兰的时候，我就不希望中共去搞台湾，免得我又再去这边再动手。不是说怕打不过，而是怕说麻烦，因为这对美国国来说是很大的伤害。所以避免两面作战的这个做法就是，我有意打一个擦边球，但我讯号非常明确。你不要武力犯台，否则我就怎么样。所以你说政策有没有变动？有点变动，但它是有条件的变动，而是有限度的变动。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说，是不是美国下定战略决心，一定会武力保台什么等等？我说，你说是吗？也可以这样讲，但你说不是吗？也可以这样讲。人家说你为什么讲得这么模糊呢？我说美国的基调还是双重吓阻。双重吓阻就是我又吓阻中共打台湾，又吓阻台湾趁此呢去搞独立，然后让我卷进战争，所以它是双重吓阻。
但是讯号非常明确，我刚刚讲了，也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不希望中共误判，我明白告诉中共，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真的会武力介入。那怎么介入我不跟你讲，反正我会武力介入。但是我还是战略模糊。怎么样战略模糊呢？因为你现在的姿态太积极了，然后你对台湾威胁太大，你3天2头飞飞机来吓他什么等等，然后你又在那边演习，又建军，又干什么？所以我真的担心，我打得过，但我不想打，所以我现在嚇阻战争的爆发。但是为什么还是战略模糊呢？因为同时我也跟台湾讲，我不支持台独，所以到时候怎么做？你们去猜吧。我现在拜登这样讲，只是讲，你如果武力犯台，我会军事介入。那你说我失言，我就讲完了。但是你说我有没有改？我又告诉你说，我的一中政策没有变。那我有我的一中政策，但是呢，不是你的这种一中原则。所以美国呢，其实基调我再说一次，还是战略模糊，只是在此时此刻，因为中共对台湾威胁比较大，所以我突然间失言一下，告诉你我会这样做，然后把你吓回去之后，我会退回来。所以基调还是战略模糊。我认为说到底呢，美国的这个对两岸政策基本设想还是，第一是双重嚇阻，第二底线仍然是战略模糊。但是第三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跟中共的关系呢，我不希望走入战争。我对你来，我即便不喜欢你，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咱们保持在一个斗而不破，然后是文斗而不武斗的一个状况。是，一直老师刚刚提到，如果说美国还是维持有条件的战略模糊，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不能战略模糊，因为你如果战略模糊，你就坐实了中共他会认为美国不会出兵，不仅是对台湾内部士气的打击，有可能对于中国来讲会不会有误判？因为你美国在警告也没有用啊，你应该就是真的就是几台飞机派驻在台湾，然后这个更厉害的武器就对准那些在中线挑衅的共机，这不是更好？老师你怎么看呢？这个问题其实严格说呢，还不是我们怎么看，而是中共怎么看。就中共怎么解读拜登讲这个话？是拜登就是希望中共不要误判。那现在看中共有没有误判？中共应该这样讲，中共会认为你美国到时候一定会出兵，中共一定会这样想。中共我记得我过去讲过，中共从第一次拜登所谓失言开始，他就认定他讲的是真话，然后到时候他一定会出兵。所以如果中共这样想的话，美国会出兵，美日安保，日本也可能出兵。所以如果我打台湾的话，我必须把美日的介入计算进去。你一定出兵，我不能计算你不出兵啊。你不出兵，我太容易对付了嘛。所以我的准备一定是你会出兵，然后日本会出兵。所以我如果真的打台湾的话，我就必须考虑，我再说一遍，我得同时面对美日的第一个情况。第二情况，现在我看了乌克兰这个战况，我可以明白，如果我打台湾，大家也这样警告我了。我记得我们从去年前年就一路这样讲下来了。我们多次跟大家讲，欧洲各国派战舰来亚洲呢，是件蛮稀奇的事情。前年年底我就跟大家讲，2021年到2022年，前年我们讲2021年。我们说2021年欧洲各国对亚洲呢会非常关切，在南海什么的，我们甚至讲，我们说南海可能同时有3、4艘航空母舰出现，都并不奇怪，出现了，对不对？不但在南海出现，在西太平洋出现了，也就是它是同一件事情的延伸。什么事情呢？中共对于国际法跟国际秩序跟国际普世价值观的挑战，使得欧洲国家开始担心了。因为担心他们要遏制，他们不希望爆发战争，所以他们希望遏制战争。遏制战争办法就是告诉你，我很认真。怎么认真呢？认真到我必须出军舰，甚至出动航空母舰在这附近绕下给你看，表示到时候我可能会这样介入，我会军事介入。大家不是讲现在8国联军、10国联军、11国战舰都来了吗？对。所以中共计算，欧美国家不但不但美国会介入，欧洲国家也会介入，欧洲国家也会制裁中共。所以中共现在也会计算，
如果我被欧洲跟美国甚至日本联合制裁我的话，像制裁俄罗斯那样制裁的话，我过不过得去？我怎么准备？所以这第一点，中共一定认为欧美会介入，这个他们不会有什么误判。他现在只是在算一件事情：如果到时候我打，那你要介入，我能不能挡得住你？可不可以排除你的这个干扰，或至少把你的介入挡到外头，我可以再来痛打台湾。如果能做到这件事情，我就做；如果做不到的话，我暂时不会去想。啊，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因此他就不想打台湾吗？他当然还想，他不会因此而退却，但是他会想，我要用不同的打法。我一定要不能像俄国那样一打到90天、100天还打不下来，我得几个小时或最多几天之内解决，让你美国根本来不及救啊，这样我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怎么打呢？第一是策反，策反国军将领。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刚才讲了，不是很多这些资讯战什么都已经在台湾的这些网络啊、手机上面流传了吗？大家看得很多吗？这第一个。第二呢，网络给各种各样的这假资讯啊什么等等。第三呢，斩首行动，很快把我们的正经军的这些高层啊，或至少正军的高层啊，给瘫痪掉或解决掉，或至少绑架或让他暂时瘫痪不能行动，这样呢，使得群龙无首的叫浩大。第四呢，很快的饱和攻击，饱和攻击就不是要解决台湾什么，而是要震慑台湾的民心，震慑台湾士气，让你不敢动。再来呢，就是主源打点，主源打点就是我把美日的力量挡到外面，其他国家量你暂时没这个力量来干涉，把美日挡到外面，然后我打点，我专门打台湾，速战速决。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想法，打法。那么这样打的话，他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呢，我们刚刚讲了，他一定已经把美日的介入考虑进去，所以他必须要速战速决，要十足把握。他在论证没有完整以前，没有100%把握以前，他当然不会这样做。这第一个。第二，他很清楚，打赢了，那留名千古；打输呢，轻则执政遭倒台，重则政权瓦解。因为欧美制裁一定会纷至沓来，这个俄罗斯对欧洲各国的经济影响已经很大了。台湾的经济是影响全球的，台湾的这个高科技各方面影响全球。美国自己讲 ，Raimondo 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自己出来讲，你看看我们的晶片啊，高阶晶片60%到70%靠台湾，这是国安危机。所以他跟中共的这个经贸战一开打，我说最后呢一定会弄台积电。怎么弄台积电呢？第一，要求台积电选边，也就是要求台积电不能到大陆去，不能卖给大陆，然后你逐步缩减。你已经去的，那你不要再增加，然后呢，最好你能出来。第二就是你最好把生产链呢移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甚至移到我美国来。第三，我美国必须要扶植其他的晶圆厂，然后跟台积电抗衡，因为免得都压在家，我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美国会这样做。好，那么美国这样做，中共也会看懂，所以中共明白台湾对欧美各国价值非常高。那么如果台湾一下不能成功的话，那我自己很可能倒台。这是第二点。第三，所以总加起来，因为代价高，他会特别谨慎，不会放弃这想法。因为放弃的想法呢，他很难自圆其说，他对内的执政合法性呢是有危险的，所以他必须说啊，我们要怎么准备什么等等。但是呢，动作非常谨慎。好，你刚才提到，有人批评拜登讲话含糊不清啊，或产生反效果。其实我觉得不会。他讲了3次，就算3次都失言的话，讯号非常明确。再笨的人，你听他这样讲了3次，你在看完那个过程，我刚刚不是把那个过程还原了吗？你晓得他讲的是真心话，他讲的是真心话，即便是什么呢？即便他真心骗你，他也骗得很认真，因为他把前后条件都说清楚了。他说 "That's commitment we made"， 那是我们做了承诺。他不是随便不小心的跑了一句话出来，他非常明确。所以第一，他的讯号明确；第二，中共就认真看待。但是呢，他为什么不讲很清楚呢？讲得很清楚的话，反而没有震慑力；讲得太清楚的话就危险。所以他应该会是介入而不一定参战。那第二呢，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实际参战。实际参战他也不能讲清楚，为什么呢？他要看情况。
中共如果小规模的话，那我小规模应对；中共中等规模的入侵的话，我中等规模应对。如果你大规模的话，那我是不是需要全面参战？所以到时候再说。现在讲得太明白呢，反而不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这样讲出去之后，让中共要猜，因为摸不透我真正意思。他晓得我一定介入，但怎么介入就要什么程度，让他去猜，从而让中共费尽脑筋。我到底要不要打台湾？我什么时候打？我怎么打？让对方猜测摸不透，不太敢轻举妄动，反而真正产生了震慑的效果。我觉得他这个动作是计算过的。是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内部刚刚提到的有很多不同说法。当然，有派还是会说中共的建军，哎呀，那没有办法啦，这个好看的是不能真实的打仗啊。当然有很多人保留说，再怎么样数量还是很惊人，但有人说，就算他打了，他还是必须付出比较惨痛的代价。那当然，最后反思的还是问台湾人啦，就是那你有没有那个意志力？其实我觉得明老师谈很多的次了，我们之前谈到说，俄乌之战到最终比的就是国家的意志力，看哪个国家的叛徒比较多，看哪个国家扯后腿的猪队友比较多。老实说，最终大概就有可能会是这样的状况哦。那当然回到布林肯哦，就在5月26号，他也直接到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去针对美中之间的这些关系去做一些演讲。当然，这演讲一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哦。那也想请教老师，就他的演讲，老师有什么看法？他到底里面有讲了什么样值得我们应该好好来关注的一些讯息呢？我基本肯定他这个演讲，当然我有一些保留，我们慢慢来说。基本上我还是肯定的了。我先说几个重点哈，比如说我在里面看到什么？第一，一中政策，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一中政策，但是我们不是一中原则，而且在这之前几个礼拜，他们还非常生气，美国国务院非常生气出来澄清，讲说中共扭曲了我们的一中政策。所以布林肯再说一次，他说我们的一中政策是台湾关系法、3个公报跟6项保证。过去的顺序不是这样的。过去是3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那你说顺序有什么差别？有差别。顺序的差别在于重点摆在哪里？他先把重点摆在台湾关系法，其次才是美中3个公报，然后再来是我对台湾的6项保证。好，这个讲法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一中政策；第二，他说我不阻止中国的强大，你们强大对老百姓好，那是很好的事情。第三，我的对中共的政策不对抗、不冷战，然后不企图改变中共体制，这点我等一下详细说。然后第四，对台湾的部分，我对台湾支持，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安暂行条例里面就讲，支持台湾这个有活力的民主政体，然后强健的经济伙伴，然后重要这个民主伙伴、民主价值伙伴。所以把台湾地位拉得非常高，这个时候你不关切台湾，你不把台湾这个角色讲清楚呢，说不过去，所以他讲明白了。这是我看它里面的几个重点。中共的解读跟我们解读不一样。我们过去讲过，中共因为它有一套意识形态，他看这世界是从意识形态的棱镜看出去的，所以看到东西是经过扭曲、经过折射、经过意识形态折射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第一，它是反传统的。他反现存的社会，尤其反过去说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他对这套东西是完全反对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推翻旧社会。什么叫旧社会？凡是不是我建造的都是旧社会，所以我全部要推翻。所以他看见的都是坏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去看别人，他也从坏的那里面去看，他从坏的方面去解读、去理解。所以这样才晓得，我经常跟大家讲，中共看东西跟我们看东西不一样，原因在这里。那中共怎么解读呢？我们整理一下，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布林肯的话呢，绵里藏针，是温和的冷战宣言。虽然他说不寻求冷战，但这实际上是在搞冷战。所以他的解读是这样了，这第一点。第二，他虽然讲一中，但实质上掏空了一中政策。这句话我记得在2、3年前，我记得大陆学者的讲话里面听过。当时只有一个北大的学者出来讲，他说我们要小心啊，美国虽然在讲一中政策，但是担心一中政策将来的空心化或虚化。那现在出来了，叫掏空一中政策。美国刚刚讲的一中政策，我们再重复一次：台湾关系法、
3公报跟6项保证，中共说的一中政策是3公报，最多加上他的这个反分裂国家法，最多是这样。所以这第2点。第3点，中共理解就更奇怪了，叫以台制华。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想法。但是中共从他角度去看别人的时候都是坏人，你们这坏人，所以你们讲话、你们做事情都是针对我来的，因为他有一种围城心态，所以你们针对我来的，你们想方设法要消灭我，要孤立我，要瓦解我，要干什么？所以他看见的不是帮助一个爱好自由、民主、和平发展的这人权法治的台湾或中华民国，他看见的是你们要以台制华，因为你们要对付我，所以拿台湾当作工具来对付我，这跟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这第3个。第4，更糟糕就是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全面动手了。为什么？你看乌克兰战争打仗就说清楚了，凡是跟你美国这个想法不一样的，你都会去动手打。那现在在台湾问题上，咱们想法这么不一样，在美中关系上面，在美中贸易战上，我们想法都这么不一样，所以你美国一定会这样子。而布林肯呢，虽然讲说什么交流合作啦，什么投资啦，然后又什么协作啦，又跟竞争啦，但其实你的骨子就是想竞争，甚至呢你想打冷战。所以你现在这样做呢，你全面铺开，你已经动手了。这是中共的理解，中共的解读非常怪。那么也就是说，中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一开头讲，中共从头到尾呢，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过去是消灭美国，消灭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这些老牌资本殖民国家。等到2战以后呢，这个共产党的宣传就是消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这个想法中共从来没有改变。不要以为说他做了生意了，然后双方交流了没有？他就想的是，在交流过程当中，我怎么样把绞死你的绳子卖给你？他在想这件事情，因为这话列宁过去讲过，所以他想的是消灭美国。从头到尾，中共的逻辑就是：能不热战就不热战，能不冷战就不冷战，不战而屈人之兵，从内部颠覆对方，那是最厉害的做法，这叫做辩证法。所以最近他这几年讲得很清楚，我们节目上讲过。他们的理解是东升西降，不但是东升西降，是东强西弱，现在我强大到我可以消灭你的地步，所以他现在开始动手了。而当他开始动手的时候，他觉得是你开始动手了，为什么？因为你看见我的企图了，所以你开始动手了。所以实质上，准确说是美国看穿了中共的动机，美国开始卷起袖子要还手的时候，中共说你要动手打我，这是他的理解。好，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我想谈谈我对布林肯在讲话的看法。布林肯的一中政策呢，我没什么大的挑战，因为他的一中政策我刚讲了台湾关系法3个公报，然后再来就是6项保证，这个我勉强可以接受。第2，他说不支持台独，我也没什么特别意见，因为对美国来说这是个双重吓阻，我们过去讲过。第3呢，他说不冷战，我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赞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中共之间经贸互赖过高，我们过去讲过。对中共来说呢，美国是最大的这个贸易顺差国，我最大的外汇呢，外汇来源90%以上呢来自美国，没有了美国，我外汇就几乎要停掉了。所以呢，我跟美国是绝对不能脱钩的。所以这段时间，美国在喊脱钩，习近平每次在温情喊话，我们不能脱钩啦，合则两利啦，然后双方共存共荣啊，然后发展经济，都讲一片好话。因为他很清楚，没有了美国，他经济就很危险。所以呢，因为经贸互赖程度这么高，美国当然不能说冷战，因为一旦说冷战的话，那我经贸就开始处处设限。对，现在看见美国对中共很多地方进行贸易制裁。但是各位注意到，凡是跟美国切身相关的部分，美国都不制裁，因为这地方他需要。他制裁只是高科技，你中共偷取我的部分，然后占我便宜部分，这地方我制裁，其他我们是不动的。我大概最不能接受这个布林肯讲的话，就是不改变中共体制，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中共之所以这样想，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恰恰好因为他不是中国人的标准想法。
中国人过去讲是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中共想的是我怎么样去消灭人家，怎么去推翻人家，怎么去改变人家体制，然后怎么用我的这个一党专政去凌驾全世界，这个然后统治全世界，然后我去争霸全世界。中共想的是改变人家的体制，而你不想改变中共体制，是表示你没有看到问题核心，或至少你不愿意把问题核心点出来。过去我记得我们就谈过。当初要打纳粹的时候，你讲的明确，我要消灭纳粹，要终结纳粹体制，因为纳粹对我们的价值观是一个威胁。面对日本军阀，你也是这样讲话，要打败日本，然后要改变日本这种制造战争的这种机器的体制。所以你当年对纳粹德国、对军阀日本，你的战略是非常明确的，最后你成功了。而今天对中共天天想着要消灭你，要瓦解你，要解决资本主义的时候，你却说我不要改变它体制。很明确，你对中共跟中国没有分清楚，这也是我常常提醒的。我说全球华人也好，尤其台湾很多蓝营的我的老朋友也好，没有分清楚中共跟中国，你就会上当，你就会受骗，你就会被统战。更何况，布林肯再三再四讲，今天中共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能力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各方面来全面挑战跟改变国际秩序跟国际规则的这么一个竞争对手，都讲成这样子了，然后你说我不寻求改变他的体制，这话是说不通的。所以我说，如果你分不清楚中共跟中国的话，最后呢，你的失败会在这里。当然，我对美国还抱有希望，我认为美国看清楚中共不等于中国呢，还大有人在。我希望这个想法呢，将来能够成为主流。是，这个大概也是蛮重要的部分。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在谈到这个问题了。因为老实讲，很多人在谈到中共体制的部分，包括我们在很多来宾的讨论，有些会说，其实他体制不错啊，因为这个左派思想，这个人民公社听起来那只是一个名词。如果这个兄友弟恭大家在一起，像我们过去会谈到原住民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小孩大家一起照顾，每个人的老人大家一起照顾，每个人所猎得的猎物，大家回来会一起来共享，一起来生活。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社会！所以显然制度没有问题，是因为掌权的人有私心、有野心，是坏心，是坏蛋掌握了这个机器。有人说不会的，一中共从成立的这个 DNA， 从他们的教条，从他们的信仰，从他们习惯的文化，从斗争，从许多的角色上来说，这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个大家也是考验美国未来政治人物跟各国政治人物怎么认清这问题。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坚持哦。那这样也谢谢林老师哦，每次都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那一样，拜托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再次感谢大家，大家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美国外景主持人程小农。我们今天想要采访的龚自审先生，他的频道在海外是很受欢迎的。他这个节目叫做龚自时评，他的背景呢是相当多元的。他是在中国长大的，然后在香港读书工作了，然后现在是住在加拿大。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龚自时评的主持人龚自审，您好。程老师您好，大家好。我们记得这个先前您在节目里，你的自己的一个专访节目里头曾经提到过，李敖在台湾的李敖对您在思想上启蒙有一些影响。那么这个对台湾的观众来讲，这个可能这一点是有点特别的。那么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先谈谈您为什么会感觉说您的思想启蒙当中有一点受到李敖的影响。李敖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时是我作为学校的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有机会读到李敖的书。那李敖的书我其实看到之后并不是很懂，因为他讲的很多都是80年代90年代
在台湾的一些政坛的一些事情啊，很多很多的人名我也都不了解。但是呢，为什么说他对我是一种政治上的启蒙呢？因为这些书里边他都在批判，在这个批评当时台湾的一些政府的政策，包括今天骂这个局长，明天骂那个部长。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来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撼。就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说要这个尊重师长，然后我们要崇拜权威。就这些人物，不管是什么局长、部长或者总统，在我眼里都是在这个新闻联播里出现的这种高不可攀的人物，就是高高在上的。我一个普通小中学生，对吧？跟他们简直就是千差万别的，就感觉很遥远。他居然能够就是对他们直呼其名。然后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作者、一个作家啊，他能够就是这样子的写文章、写书，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想，原来这些电视机前出现的这些人物，不是那么的这个伪光正啊，他们也有缺点，我们也可以去指出来，也可以批评他，我们都是平等的。就这个思想，当时看到他的书之后，对我是一个政治上的算是一个启蒙啊。另外一个就是文化上的启蒙。就是我后来就读他的书，其中一部分是在60年代在台湾这个中西文化论战的时候的写的书啊，这也算是李敖文章的一个高峰期。那么读那个书呢，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启蒙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学的这些课本，不管是中国的古文、唐诗宋词，都是一些很浅显的，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中国文化或者传统的这种专制文化的他们的这些特点。我们读的都是就觉得中国有多好，为过去5000年历史多么辉煌。但是从李敖的这个中西文化论战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作为一个历史系出身的，读古书读的还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却居然去这个宣传全盘西化，然后否定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而且跟那些其他的一些学者去辩论。当时是对我来说，开辟了一个新的这个窗口，一个新的领域，让我了解说看这些事情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当然了，鲁迅也在批判中国的一些社会的国民性啊什么的，但是鲁迅的文章比较难以理解的，主要是在于你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经验啊，就是真正混过社会的，你才能够真正读懂鲁迅他讲中国人的一些特征啊、特性啊。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我每天都在读课本，每天在做题考试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你读鲁迅你是抓不到精髓的，你是理解不了鲁迅他那种深邃的那种认识的。但是这个李敖的文章就更好切入啊，因为他讲的都是一些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事实、古代的一些情况，然后讲说跟今天的一个现代工业文明有哪些差距。过去我们这个专制文化、专制思想跟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全盘西化的生活是有多少格格不入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更容易理解这个中国的传统。所以说在文化上面它也是一个启蒙。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跟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有关系，就是做这个所谓脱口秀啊、电视节目啊。那么他是读研究所没读完啊，然后后来就是当作家，然后他也是最早在台湾利用这些多媒体、利用传媒去宣传自己思想的这么一个就是电视人物。所以说呢，过去我上大学也是想着走学术道路啊。跟教授去聊，他也是提醒我说：“你真的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吗？”对，他像在美国，在这个光是读硕士、博士、博士后就读了10年时间，然后他认为，就说你未来要走学术道路的话，你必须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这个学术领域，你是至少在北美是前几名啊，你才能够真正能混到一个教职，能够当个大学教授。所以说他也是这个吓唬了我一下啊。后来我也是。应该是跟这个李敖的影响有关系。我觉得通过新媒体、通过电视、通过网络，也能够把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这个观点传达出去不一定走学术道路。后来我就放弃了这条路这个是李敖应该是对我的一些影响。当然了，随着我们这个逐渐的长大成熟，然后再回去看李敖的这些文章，他的思想，包括他后来晚年的一些表现。我们会觉得也谈不上失望，但是会觉得他已经落伍了，已经是不能够与时俱进了。
我说2点，我认为他的问题所在。一个是他对中国局势的误判，就是这个其实也好理解，就很多人都是有误判的，因为被这个40年代的改革开放所蒙蔽，觉得中国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共产党不再是过去的共产党，不再是搞阶级斗争了，不再是搞集权了，他现在要下放权力，开始要这个跟西方去融合，引进外资，同时就必然会引进西方的文明啊，西方的这些思想文化。那逐渐的中国就会再加上这个中产阶级的庞大，逐渐就会有自由有民主就像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像日本呐、韩国呀、台湾呐这些国家。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我当然他可能没有看到后来习近平后来的这些做法，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走到这个已经走到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应该再继续抱有对共产党的幻想了。所以这一点是他可能对共产党的一个误判。当然这种误判我也理解，就是跟他过去的那个成长经历有关系。就这种3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包括我爷爷奶奶20年代出生的，就他们实际上是见过日本的，见过这个国民党统治的，见过这个混乱，当过亡国奴，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今天的共产党让他们就是扬眉吐气了他们有这种民族主义的大一统的情节包括李敖，所以这种情节我想蒙蔽了他对今天中国的判断，所以他认为共产党是能够富国强兵，这就应该是支持但是我觉得这种大一统的情节在今天我觉得应该重新去反思，因为往往我们接受教育的一些历史观价值观是这个当权者为了维持他的这个统治而给人们灌输的。就算李敖再怎么反对国民党，他其实也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他也是国民党的教材，国民党的这些人物对他施加的影响，所以说他很难能够跳出那个就是过去的那种条条框框那种束缚。所以说我们在反对专制的当权者的时候，也同样要反对这个当权者所灌输的这种意识形态跟价值观和历史观。我们应该重新去读历史，重新去挖掘就是被蒙蔽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李敖虽然读了很多古书虽然他这个支持全盘西化，但是他的这种大一统情节实际上跟他所主导的倡导的这个自由主义，接替这个胡适的衣钵所宣传的这些，实际上是出现矛盾的地方就是民族主义大一统，它这个大一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土壤下很可能会走，就是几乎是没有其他的路线，只可能是专制的大一统。而这种专制的大一统当然跟这个自由主义跟民主自由是有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谢谢龚自成先生。这个在这里我想为观众朋友们稍微做一点点解释就是龚自成他是在中国长大的，那么他能看到李敖的书，那么很多台湾的观众会很自然的按台湾的环境来理解说，为什么他挑李敖的书看那么我想告诉各位，龚自成先生在大陆生活的时候，除了李敖，台湾除了李敖的书，还有清共的书是不可能在大陆看到的。他能接触到的李敖的书，就是他所能看到的最为开放的言论。所以在这一点上，实际上他告诉了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大陆是如何封闭的。所以李敖的书对他来讲，这个启蒙是打开了窗口。这一点我希望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理解，一个被关在铁笼子里的人，如果给你一个小缝，让你能看到外面一丝光亮，那这点光亮它是非常珍惜的。就是其实我看到这些李敖的书，实际上都是他写过很长时间以后的书了，比如说60年代的书然后包括20年代的书那个时候已经90年代了，已经2000年了，我看的都是好到以前的而且在台湾都已经辩论了几十年的东西，到中国大陆居然都是很新鲜的东西。那么接着我想请您来进一步谈一下，您到了香港以后，一下子就这个天地等于大大的放开了，您所能接触到的资讯也远远比大陆多得多。那么经过您在香港读书工作这段时间以后，现在回过头来您来看香港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您的
这个感觉是个什么样的？其实这中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加拿大读大学啊，然后后来去的香港是读的研究生啊，这中间其实对我有很大的一个视野上的开拓是在加拿大，当然跟香港也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学校里边有个图书馆叫郑裕彤东亚图书馆，那这个东亚图书馆里边大量的是港台的书籍，所以说我的大量的启蒙啊，离开中国大陆之后的启蒙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大学里边的东亚图书馆这个读到这些书啊，都是港台的书。那后来呢，我也是就去到香港，因为我觉得香港离中国大陆最近，能够直接观察中国大陆的一举一动。过去我们的教授也都是为了观察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个情况，特别是文革呀、什么土改呀这些情况，中国大陆是完全毛泽东时代是完全封锁的嘛，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所以他们要飞到香港去，然后去在香港去采访从大陆逃难来的这些大陆难民，然后问他们曾经在你们村子里发生的土改是怎么样一个制度啊，是怎么回事，他们的论文都是这么写成的。所以说香港作为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和外界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值得去那个地方。后来到那个地方读了研究生，很喜欢香港。香港的这种中西文化的这种融合，给我感觉就是它是杂而不乱啊，它非常有秩序，然后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常好，很多细节做得很到位，而且它又能够融合这么多的不同的民族啊，包括南亚也有很多啊，然后各种语言，各种包括这个大街小巷，每次到周末啊，街头都是这个菲佣聚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场景。就是在香港感觉到这种一个是自由，同时又是东亚文化。那么很可惜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香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香港能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香港没有像台湾这样的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是他没有能够去捍卫自己已经所拥有的自由这种价值观啊，法治。台湾能够有今天，还是因为台湾有这个军事实力能够保卫这个来之不易的自由，所以这一点可能是香港跟台湾很大的一个不同，也决定了他们的这个国际地位的不同，也决定了台湾可以实现主权在民，但是香港实现不了啊，香港就是变成了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我认为香港过去有两大优势，一个是转口贸易，一个是金融中心。转口贸易呢和金融中心实际上都依赖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西方对中国大陆的接纳，就是它其实就搭上了这个全球化的顺风车，所以香港后来有这样的繁荣。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由于中国大陆跟这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的这种现在开始出现冲突，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的开始走向集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香港这两个它的最大的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不需要通过香港做转口贸易了。然后它的金融中心，首先你要依赖于西方资本对香港的信任，你是有自己的司法的，你是有英国殖民地保留的那个普通法系的，所以大家才放心把这个资产放在香港。但是香港如果有国安法了，它变成这个人治的而不是法治的，变成党治的，那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差别呢？既然大家不愿意把钱放在中国大陆，那自然也不会放在香港。所以说香港就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失去了转口贸易的这个功能。那它的过去想转型，在这个董建华时代想转型走科技道路，科技创新，但由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香港的条件并不具备最后也是胎死腹中。所以说我觉得香港的经济未来会越来越差，它的这两大支柱没有了之后，它又不能够实现转型，它的经济会越来越差。在经济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的不满的情绪就会爆发，那么就会出现政治上的动荡。所以说我认为一个最初的这个理由就是政治上的高压这种国安法这种抓捕这些不同的声音，打压所有的意见人士反对派，政治上的一种死寂，就会导致经济上的衰退，而经济上的衰退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特别是当中共对香港的这种
维稳的力量在减弱，因为他自身就已经自顾不暇了，他自身就要这个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是这个暴动啊或者什么，他维稳都照不过来，就可能是会忽略香港。所以说，当他的维稳力量在香港慢慢的减少的时候，那香港底层的这种抗争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反送中，在之前的雨伞运动，当时正好雨伞运动我是亲自去了香港啊，当时我在中国大陆一个这个工作几年时间，然后我就回到香港，当时正好是赶上雨伞运动，给我的震撼就感觉身在战地啊，变成战地记者的感觉。但是我发的这个微信这个朋友圈是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朋友都看不到的啊，它是被屏蔽的。海外的朋友、香港的朋友能够看到我发的微信朋友圈，但是中国大陆人看不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地理上的这种隔绝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的这种他们的团结，他们的跟这个专制体制的这种斗争，是给我就感觉很震撼啊。虽然我没有经历过6·4，年龄不够，没有这个亲身经历6·4，但是我在香港的雨伞运动过程中，后来的这个反送中，我们也从视频上、从文字上面、从图片上面也看到了更加的规模更大啊，更震撼。就是他们是有这股力量的。虽然会有很多的中产阶级觉得香港不适合他们，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很多人可能会有悲观的情绪，就觉得香港人不愿意去继续的去奋斗了，香港人想这个逃跑。但是实际上，香港的难民到海外，原因是香港本身是一个中产社会，就它的中坚力量是中产，而中产的特点，按照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就是他们是有这种软弱性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以说他们有自身的很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家里有点资产，要孩子去养，他们不想去牺牲自己的这个生命去为香港，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很多的中产阶级想要离开香港去到这个回流加拿大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包括英国也接收了很多香港的难民，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中产社会。但是随着它的经济越来越差，这个中产社会就维持不下去了，它就会出现大量的底层群众这种底层群众可能就会成为未来香港这种暴动的主力军，包括这次的这个反送中当中的这些勇武派，也往往都是年轻人、大学生他们看不到自己毕业之后能够有多少出路，他们觉得这个现在的就业环境也越来越差，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差，未来当政府的这个资金减少了甚至是美国为了惩罚中共在香港跟香港的港币这个脱钩，那对香港的经济更是个巨大的影响，因为它的基本上所有的香港的这个 GDP 的贡献都是依赖于金融的，依赖于这个转口贸易的，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了之后，它的这个政府就要崩溃了，这个财政就要崩溃。所以说包括他现在开始这些警察用的一些装备就是都已经改成国产化了，就以前都是外国的装备，现在被这个制裁了，同时可能他们未来也买不起了，所以只能用国产的这些装备去镇压别人那国产装备可能开枪的时候就会卡壳，对吧？就质量上就有问题。所以说，如果未来西方社会再去支援这些香港的这些年轻人、这些抗争者、这些民主斗士们就像支援今天的乌克兰一样，那香港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香港未来会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已经变成死港了，那从死港它早晚有一天会出现乱港，所以未来香港经济上是会衰退，政治上会非常动荡这是我对香港的一个判断。当然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非常喜欢香港，我在香港上学居住生活3年时间，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地方，非常非常难过看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你是客观的在介绍这个你对香港未来局势的分析。我想其实很多香港的民众，包括一部分已经到了台湾的香港人，他们心中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开始介绍了您是公子时评的这个很热门的这个频道的主持人，我想这个频道吸收的这个粉丝或者观众更多的也是年轻人，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很自然而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其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小粉红。
好像记得您提到过说，这个还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国内的小粉红看了你的节目，然后辱骂检举你，然后结果是被中国政府罚款了，因为他们用了翻墙软件。那么现在啊，这个几乎所有的海外的各种自媒体和这个政治经济评论的这些频道，经常会遇到说有中国派出来的，或者他们人在海外的那些人，扮演小粉红的角色。那么您和他们，我想是有过交手了。那么您怎么来分析他们这些情绪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是为什么这样认认真真的在相信这个中国政府的宣传？当他们通过你的节目得到了一些真实的内容以后，他们会有一种重新的对自己的认识或者对中国的认识吗？当然是有的。有些人会私下给我私信，就讲说过去是个小粉红，但是看了我的节目，慢慢就被我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像举报我，后来被中国警察罚款啊，这个事儿也特别的可笑。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啊，就是有人在在这个推特上面有发了一个截图，私信给我说我已经把你举报了，然后这个举报的截图都给我了，然后我没搭理他。然后过了不久啊，有人告诉我说他又发了一个推文啊，说他被罚款了，举报了我跟另外一个人，罚了6000块钱。就是说他们没有认清楚自己的所处的一个位置啊，他们不明白今天中国并不是宣传上讲的，这个国家属于他们，或者他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啊，其实实际上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他们还是受到这个宣传上的蒙蔽。所以我就最近也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当这个政府它强大到可以为你提供一切的时候，它也可以轻易的夺走一切。就是这个他们还得鼓吹这个政府应该多强大，我们国家多么富强，但实际上这种富强相对应的是个人的渺小，是个人的软弱，是面对这个强权的时候你更没有更无助啊。实际上对自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觉得把自己的未来跟这个国家的未来绑在一起啊，实际上受到了这个宣传上的蒙蔽。大多数人批评我的人都是有一种诛心之论，就是说你是不是收了别人的钱，你是不是 CIA 是给你的钱。然后我经常开玩笑嘛，说 CIA 欠我钱，拜登欠我钱，就是他们想象不到，就是说我们个人是有自由的思想，个人和自由的判断啊，不一定非得是受别人影响，或者是给有什么好处。我其实我从小也是个小粉红，我80年代80后，我们都是接受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对吧？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记得我回家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新闻联播，喜欢看的原因就是每次看新闻联播，我的心情特别的愉快，因为它这里面讲的每次都是哪个地方更富裕了，哪个地方更好了，哪些人更幸福了啊。就是每次都是那种特别这个正能量。其实对于当时我这个就作为这个学业压力这么大的一个中学生来讲，给我带来很多的这个心情上的愉悦啊。我就会想象说，哎呀，那过20年之后，我再看新闻联播啊，那会什么样的啊？就是每天都会好一点，每天都会好一点。那么20年之后，那就简直就是太棒了。我会这样幻想，特别开心。把自己个人的境遇、个人的生活跟这个国家的这种洗脑宣传给放在一起了，就混在一起了。而且我每次回家，经常路过这个报摊，特别喜欢去买一份《环球时报》，这是我所有报纸最喜欢的啊，因为那个报纸里边也同样是一种就振奋人心，要不然就是我们国家有多好，要不然就是外国人夸我们国家有多好啊，或者要不然就是外国有多乱啊，还是我们好。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每天看这个《环球时报》，经常买这个报纸我是他的忠实粉丝。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很普通的朴素的爱国主义，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中学生，然后很热爱我们国家觉得我们国家好，我自己就会好。这个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长期处在这个信息茧房，我们收到的、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政府想让你知道的东西。只有你到了海外看到了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说法，
然后发现过去的很多的这个东西都是骗你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在中学的政治跟历史这2门课成绩是最好的，我记得很清楚，教材里边讲的这个朝鲜战争啊，是这个南韩在打北韩，对吧？然后呢，我到了这个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看到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讲的是这个金日成啊，这个侵略南韩啊，发动战争，所以我就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过去被教材给骗了。如果教材都能够这么随意的这个扭曲事实来骗我，那什么是真的呢？就没有东西是真的了，就没有东西可以相信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逐渐觉得有问题，国内的这个教育有问题，国内的这个体制有问题啊。从一些很细节的一些事情上面就发现，包括我在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大学食堂里面吃饭，遇到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计算机的博士啊，博士留学生，然后跟我聊到了，我们就随便聊到了这个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啊，他就讲说他问了他的家人，说没有饿死人，他们这个村没有饿死人，所以说这个大饥荒是没有饿死人的。当时我就觉得很诧异，说作为一个计算机的博士，难道连最基本的逻辑能力都没有了吗？就是你这个村，就算你说是对的，你这个村没有饿死人，代表这个省这个国家没有饿死人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但是这还是一个计算机的博士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很多人他不是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研究这个不是文科生，所以他们可能是理科生，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历史知识常识方面是很贫乏的。他们所有的教材都是，他们所有的知识获得的信息都是中学的历史书、教科书啊，所以说就是他们把这些题目的标准答案当成了真理。他们也如果不是特别爱读课外书的话，也不会去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所以他们就会有一根筋，他们就会认为这过去教的都是真理，你们都是在反对真理，你们是这个不怀好意的，是反华分子啊，汉奸走狗卖国贼，所以说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当然我还在反思，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跟这些90后、00后，我刚才说的都是这比我小很多的，就是他们有什么差别？后来我想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80后的中国年轻人，我们曾经经历过、看到过我们中国跟西方的差距，我们如饥似渴的在获得的这些信息啊，这些包括我们这个从小去吃肯德基、麦当劳都觉得很奢侈，然后那个买手机啊，然后这个第一次买手机，第一次这个上网，这都是历历在目的一些这个场景。那个东西，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说，我们经历过。然后，当然，我最早第一次出国是在02年，我们学校组织去日本，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当时我在中国中学生报上还写了一篇这个随想，就是从日本的这个抒发的感情，就觉得日本这个很多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啊，太先进了。我们所有去的同学都有这个感受。就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至少我们班上的人，可能小粉红比例就相当少了，就是我们经历过、看到过我们跟西方的差距，我们也看到过就是课本上的跟这个现实的差距啊。我之前在节目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学这个中午放学的时候，我去一个餐馆吃面，跟几个同学，我这个面点太辣了，然后吃不了，没法吃，然后我就没吃，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在这个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附近工作的一些这个农民工啊，他们就有一个人就过去把我那个面捡起来吃了，就是我剩下的面。当时对我的很大的震撼，就是觉得教科书讲的都是这个国家多么好，这个多么的这个每个人都多么幸福，但是实际上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到今天为止还当时那个震撼一直都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跟这个00后一个很大差别，因为他们从小刚一出生就觉得什么都是这个理所当然的啊，这个电脑啊这些所有西方文明的这些产物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而且很多它是国产的，就是好像我们也可以这东西我们
跟西方不差啊，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我们不需要学习他们，他们还要向我们抄作业，我们这个制度才有优越性，他们已经是没落的这个制度了。所以他们这00后可能从小，不管是这个宣传上边，还是他们个人的经历，都在给他们加深这个印象。这跟我们80后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我最后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刚才很自然的就分析了这个90后、00后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中国经济所谓繁荣起飞的那段阶段感受到的那种自豪感。那么我想再追问一句，就是您做时评的话，这也是一个与您的时评有直接关系的内容，那就是早在前2年就开始，中国大批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了。那么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口号，登在报纸上，叫做要号召大学生毕业以后上山下乡。那么这个词儿本来是文革时期的用语，那是把几千万城市的中学生赶到农村去了。那么现在中国那些在校的大学生当中那些小粉红看到这句口号，您的猜想是他们会怎么理解？我觉得他们没有个人经历过，他们都无感的，应该是都是无感的。他们不知道过去的，因为他们可能不读历史书，他们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常识，所以他们不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他们还觉得可能上山下乡是好事儿，他们可能觉得锻炼身体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对此无感的。只有他们真正的遭到了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的痛击，真正的被赶到农村去受苦受累之后，他们可能才意识到他们过去的那个在改革开放期间的那种小资生活是多么的宝贵。我觉得他们必须要经历过，才真正的能够有所感悟。我觉得是，应该是现在说什么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用的。这种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的下行跟西方的这种脱钩，导致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也是逐渐的，因为民营资本往往跟西方资本都是有连接的，这些都被共产党给挤压最后他们要做大做强国企嘛。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未来的出路就已经是肉眼可见，就是要不然你去国企央企进这个体制内，要不然你去这个当政府官员政府部门，那这个也是需要关系的，对吧？要不然就是进工厂打工，上山下乡当工农兵，其实就是工人、农民、解放军那解放军基本就是最后变成炮灰。所以说这是未来00后之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宿命吧。可能一些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可能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还有出路，可以去出国留学，还可以进外企，还能当高管，还可以创业。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这几年的变化，特别是这次上海封城已经让他们逐渐的绝望了。所以说这次上海封城应该对仍然迷恋改革开放时代的这些人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过去还是岁月静好小确幸觉得我只靠照顾我自己这点，我让自己学习，然后考试，然后这个留学，混一个这个职位就挺好的。但实际上这条路也要被这个国家所这个给堵死。所以这就是说，他们不去关心政治，但是政治总是会去关心他们的嘛，有这么一个说法嘛。所以说，最终他们都逃不过这样的一个命运。这就为什么我的节目里面会经常劝大家说，能润就润能够离开就离开这个国家它本身这个体制的强大中央的集权，最终一定这个付出代价的一定是普通人、普通的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这个肯定是最终付出代价。所以说对于个人来讲，你要想说为这国家添砖添瓦，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想发挥自己的潜力，能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能够为这个世界做贡献，那留在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非常感谢你这个今天我们和龚自珍先生这个访谈有个很特殊的角度，那就是他自己从一个年轻人在中国生长，然后一点一点的
走出国门以后，把他在中国被洗脑灌输那些东西基本上洗出去了，然后他有了新的视角、新的分析，然后他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现在的90后、00后，就发现说，哎，这些人现在的命运可能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吧。我希望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公子省的公子时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年轻人的视角。我希望说也会喜欢他的评论。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龚自成，希望说这个你也向我们的台湾观众朋友们问候一下。当然，我是只要疫情结束之后，未来有时间一定会再去台湾的啊。我之前去过一次台湾，把台北基本走遍了啊，但是很多的地方都还没有去，而且大量的观众过去留言啊，就是说要招待我，要请我去台湾啊，非常多的这个热情的观众，所以说啊，未来肯定是要携家眷啊再次的光临台湾的啊，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这种特殊的位置啊，特殊的它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对于整个东亚地区来讲都是特别有价值的，而且今天又处在这么一个对抗专制的一个这个桥头堡啊，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那么也是得道多助啊，很多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站在台湾这一边的。那么未来对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的捍卫，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谢谢龚自成，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观看这次节目。我们希望大家会期待我们还有更多的采访，还有更多的新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程老师，谢谢大家。不会。